在美国买投资房，千万要注意这8个原则。努力做事，实在做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 Maggie 姐。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哈，在2025年呢，我就带着整个团队都加入了 Keller Williams。那 Keller Williams 的创始人就是 Gary Keller， 他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企业家和房产投资人，所以说他在自己写的书啊，叫 The Millionaire Real Estate Investor 中呢，就总结了买房投资的8个原则，也可以说是房产投资的8大优势。那我最近呢，在 Keller Williams 的培训中也学习到了这些内容哈，感觉真的是收获满满。所以说呢，今天特别想分享给大家这些原则哈，专业但是都通俗易懂，非常适合第一次买房和投资的朋友。那今天呢，我会逐一介绍这8大原则哈，并结合我自己投资的例子，帮助大家理解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原则1呢，就是 accessible。accessible 的意思呢，就是易于入门，人人可以购买，人人可以参与。那现在房价这么贵哈，很多人都觉得投资房地产肯定需要很多钱才能开始吧？但其实房产投资的门槛呢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美国，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贷款来购买房产，包括外国人。那第一次买房的时候啊，只需要付超低的首付，比如说3%或者5%，你就可以拿下一套房子。那这也就意味着呢，即使你没有很有钱，也可以很快的开始你的房地产投资哈。那你的10几年房产上升周期里面，我知道有投资人呢，就是通过这种超低首付呢，拿下他们的第一套房子，一套又一套买下10几套房的。那当然了，就像书开头写那句话哈 ，Anyone can do it, not everyone will。也就是说呢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投资房地产。accessible 的意思也是说，在买房子的时候呢，你要选择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房子，比如说中等价位的房子，因为这种房子呢，市场需求相对比较稳定，在出租和出售的时候呢，可能性也就比较高，所以说风险相对较低。那我自己在买房投资的时候，也会非常注意这一点哈。虽然说我自己喜欢那种几百万美金的豪宅，但是这种房子确实不是所有人都能支付得起的，流通性呢相对比较差。那如果在西雅图本地投资的话呢，我自己会更喜欢100万左右的房子，这是现在大部分中产家庭啊能够支付得起的房价。那原则2呢，就是 appreciable。appreciable 的意思就是说，房地产呢，它是作为一种投资工具，它需要有长期增值的潜力。虽然说房地产市场在短期内呢也会经历波动哈，但是如果我们拉长时间线，从历史数据上来看，房地产的价值在长期来说呢，总是呈现一个稳步上升的趋势的。那在 Gary Keller 的书里面呢，也讲到了哈，房地产投资主要的2个增值方式。第一种呢，就是 equity build up， 也就是说，房地产通过升值或者债务的还清，让你的净资产逐渐的增加。那第2种呢，就是 cash flow growth， 现金流的增长。那当房子租金超过支出的时候，因为租金走势呢总是跟随着通货膨胀逐渐在增长，所以说呢，你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获取现金流，这呢也会让你的财富不断积累。那通过专注这2个方面增长呢，你就可以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财富增长机制。另外哈 ，Gary Keller 还在书里面强调了买的对的重要性，也就是说，用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买下房子，并且买在具有增值潜力的地区。那我们经常说啊，一个房子的投资成不成功，在你买的那一刻就决定了。在我自己最早开始投资房地产的时候，我会去买法拍房。那当然呢，那这种房子的价格呢，就远低于市场价，当然里面的环境那是非常糟糕了。但是你可以几乎零成本就买到一套房，在经过一些装修之后呢，出租出去，它就会成为你的现金流。那在去年的时候呢，我也用低于市场的价格拿下了一套 Redmond 的老破大哈。虽然过去1年西雅图的房价没有什么增长，但这套房子现在的评估价呢，还是比成交价增加了不少。所以要多看房，多寻找机会，看看能不能在有升值潜力的地区呢，买到一套租金和地价都能够增长的房子。原则3 leverageable。那 leverageable 指的呢，就是要通过合理的杠杆，这样呢就可以撬动更大的资产，实现财富的增长。这点啊，真的是房地产投资一个无敌的属性啊，很少能够用别的投资方式来代替的。那在买房的时候呢，我们大部分都会通过贷款来购买。举个例子哈，比如说你现在用20%的首付買了一套价值100万的房子，就是投入了20万美金嘛。那如果房价涨了5%，就是涨了5万。那你的投资回报率呢，实际上就是25%，这也是杠杆的魅力哈。那相对于其他的借贷来说，房贷是可以借到的最大的一笔钱，利率呢也相对比较低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虽然杠杆可以放大收益，但会放大风险。如果房价下跌或者租金足够覆盖贷款和其他支出的时候呢，你也会面临财务的压力。Gary Keller 在书中强调哈，杠杆是实现财务自由的重要工具，但前提是要谨慎使用，缺乏有足够的现金流和风险管理的措施哈，以应对市场的波动，还有你的一些意外的支出。所以呢，现在这种高房价、高利率的情况下，
投资房地产，你可能就需要有比较充足的首付准备，来让投资房产生现金流。同时啊，量力而行，保留好足够的资金应对市场的风险。那原则4呢，就是 rentable。rentable 强调的就是房子要能产生租金收入哈，而且最好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。那不管是在《穷爸爸富爸爸》还是在这本的《Millionaire Real Estate Investor》里面哈，都强调了现金流的重要性。因为如果你的投资房能产生现金流，你就不需要其他额外的资金，让房子自己就维持下去。这也是很多人说的啊，以房养房，用租金来覆盖贷款还有其他的开支。那另外一般呢，租金会随着通货膨胀而增长，而房子的贷款和支出基本上是固定的，所以如果把房子出租呢，你的现金流就会越来越好。不过哈，因为前几年房价疯涨，现在想在贷款的情况下买一套有现金流的房子，也是比较困难了。你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寻找，或者呢，通过加大自己的首付来增加房子产生现金流的能力。那在我早期的投资里面呢，我是非常重视现金流的哈，包括我买的法拍房，还有买的那种 multi-family， 租金都是远远的高于贷款。那我最近几年呢，其实都没有投资什么房子，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现在的租金呢，已经很难覆盖贷款了。所以现在的房价和利率啊都比较高的情况下，我现在会更重视房子的升值还有重建的潜力。那第5个原则呢，就是 improvable。improvable 呢，指的就是房产是可以改变的，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增值的。那像股票这种金融产品啊，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直接改变它的价值，而房产是不一样的，你可以通过对房子进行装修、加盖、重建来提升价值。比如说，你可以买一栋啊有点年代的老破小，然后通过刷墙、升级厨房、浴室来提升房子的价值。那这部分增值呢，就是你亲手创造的。那我们把这种通过汗水和创意提高的房产价值呢，叫做汗水权益啊 ，sweat equity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买独栋别墅，因为独栋别墅呢，你除了可以对里面进行装修，还有机会能够扩建或者重建这个房子。所以说，独栋别墅呢，相对于 townhouse 或者 condo 哈，会有更高的升值潜力。还有哈，并不是所有的老房子都值得去改造。在买房之前呢，你还需要考虑房子的翻新后的价值啊，还要计算好成本、周期、投资回报率。而且翻新或者重建房子呢，也是个非常考验你啊知识、资源甚至运气的东西。如果呢你不能控制好成本，选择合适的建商和承包商合作，你的翻新呢还是有可能亏钱的。原则6 ：deductible、depreciable、deferrable。这3项啊，概括了房产投资的税务优惠，你可以理解为是房地产的3重省税优势。那首先呢，就是 deductible， 是指说很多房产相关的支出呢，你是可以用来抵租金收入税的。比如说你这套房子如果拿来出租，那房子贷款利息、物业管理费这些都可以在报税的时候呢减少你的应税收入。第二呢，就是 depreciable， 这个是指房子里面建筑的价值是可以计算折旧的。那在美国呢，出租房产的折旧期为27.5年。如果你房子是100万，然后呢建筑价值呢60万，每年呢你就有2万左右的抵税额。那前面这2项做下来呢，你的租金就没有多少税要交了。而且最近呢，我也了解到了所谓快速折旧这种方式，让房子这27.5年的所有折旧在前几年得以实现，最大化折旧给您带来的税务好处。第3呢，就是 deferrable。deferrable 呢是指房子的资本利得税是可以递延的，你可以通过1031交换等方式哈，把卖房换房时候要交的这个资本利得税推迟，那把这笔钱呢继续投资到下一套的房子里边，最后呢等到你老的时候，再把房子换成租金比较高的这种房子，获取大量现金流，或者呢你就是放进信托里面，用这种方式呢来交给你的下一代，就可以避免这笔税了。那很多有钱人都喜欢说哈 ，They will 1031 to the death。房产能够成为财富传承里最关键的一环，就是因为它的这个 deferrable 的属性。那我对房产投资的目标呢，也是希望在比较年轻的时候，能够承受比较大风险的时候哈，多通过这种 sweat equity 或者说装修重建，短期内提升房产的价值，然后卖掉以后呢，再把这个利润哈全部投入到稳健而有高回报的这种商业地产上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会计师哈，详细有多少钱可以抵税呢，还需要专业的税务师帮您进行规划。那我自己啊，也计划在今年市场比较慢的时候啊，再买一套投资房，充分利用房产投资这个 deductible、depreciable 和 deferrable 的属性。第7个原则 stable。那 stable 呢，指的就是房产市场相对是比较稳定哈，波动都没有那么剧烈。那最近的股市和房市啊，其实就能体现这个特点哈。
我们可以看到，最近因为政策的影响，股市波动就特别大，每天都是涨几个点或者掉几个点。但我们看房产成交的价格，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变化。那房地产的周期长，变动相对股市呢比较缓和，不太会让你一夜之间资产大幅缩水。所以说呢，房产被视为比较稳健可靠的投资选择。即使遇到经济特别低迷啊，导致房价下跌，房产还是有不错的抗跌性。那我们通过数据可以看到啊，在过去6次的这个经济危机中，每次股票都会经历明显的下跌，但是呢，房地产只有在08年次贷危机的之后呢，下跌了20%，其他时候呀，4次是微涨，1次是微跌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啊，是那种不用追求特别高的回报，只要把钱放在一个稳定升值的地方，就可以获取一些现金流或者是稳定升值的人，那房地产呢，确实是一项不错的投资。你可以不用每天都盯着房价是多少，也不用担心一觉醒来房子价值就归零了。那最后一点原则就是 livable。那 livable 的意思啊，就是房产除了上面的优势以外，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优势，就是它的居住属性。我在以前的讲座里面就经常讲到哈，对于我们这种工薪阶层普通人来说啊，用房产投资来赚钱最好的方式就是买自己住的房子。买房在里面住上几年，然后当你的资产或者是收入增加了，再去换一套更好的房子。这样做有很多好处。首先，作为自住房，能拿到你的房贷利率呢就会比较低，也就是说你买房的成本就会相对便宜。另外呢，就是税务优惠。在美国哈，如果你在出售房子前面的5年内，在房子里面住满了2年，这就算是你的自住房。自住房呢，单身可以最多免除25万美金的资本利得。如果你结婚了啊，那最高可以免除50万的资本利得。最后呢，即使你的投资出现波动，短期房价出现下跌，你始终呢就有一个退路，就是自己或者家人搬进房子里面住嘛，这是相对有安全感的。所以买一套位置好、适合居住的房子呢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上面就是《百万富翁房产投资者》这本书里面提出的8大投资原则，这是我第一次讲解书里面的内容和知识哈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内容不错，请点赞、留言并订阅关注。如果你还有关于房产投资的疑问，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你的麦克姐，我们下期见。